蓝曦臣和蓝忘机都是哥卡琳的儿子，只是哥卡琳已经涅槃重生，跟着蓝家也已经断了因果了。魏无羡现在就想把蓝忘机拐回北荒去，但是他也发现了蓝忘机很在乎蓝家。其实蓝家人对他很好，特别是对蓝虎和燕儿，那是好的不得了。魏无羡纠结的不行，想走又舍不得蓝忘机，想留那也是不可能。他是昆乌，担任着守护整个北荒的职责。魏无羡一直没有提离开的事，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回他的记忆。他有种预感，他的记忆里有很重要的东西。这几日，魏无羡和蓝忘机相处得十分尴尬。魏无羡心里装着事，而蓝忘机又怕魏婴要离开，他对待魏无羡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其实魏无羡也看出来了，蓝忘机是真的很喜欢他。可能是两人分开太久，蓝忘机有些患得患失的，就像当年的事，魏无羡虽然不记得，但是蓝忘机的态度他也能猜出来。他们当年并没有互通心意，而两人的拜天地也不过是醉酒后的一场荒唐形式。魏无羡不知道当年的自己心里有没有喜欢蓝忘机，但是他能肯定，现在的自己是喜欢蓝忘机的。这些年，在北荒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子女子到他前面献殷勤，但是他就是没有感觉。可是他第一眼看见蓝忘机就觉得心跳加速。蓝忘机的眉毛、眼睛、嘴巴，每一点都长在了他的审美上，他是一见钟情也是见色起意了。后来知道蓝忘机就是燕儿的另一个父亲，而这个人看自己的眼神也是有情意的，魏无羡当然不想放手。可能自己现在还没有像蓝忘机喜欢自己那样喜欢他，但是他相信随着两人的相处，他会变得更加喜欢他。事实上他也没有预感错，蓝忘机的行事作风，对他温柔呵护，每一处都让他心动不已。他对蓝忘机就是始于颜值，忠于人品。晚上用过晚膳后，蓝虎和燕儿跑去找叔公玩了。魏无羡坐在新院的秋千上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晃荡着。蓝忘机坐在一旁的石桌上弹着琴。蓝忘机的琴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，听着动人的琴音，魏无羡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些画面。蓝忘机抱着昏迷的自己，嘴里轻轻地哼着曲子。他看起来像是受了伤，把头枕在蓝忘机的腿上。魏无羡从秋千上走了下来，坐到旁边蓝忘机旁边的石凳上。蓝忘机不解，停下弹琴的动作，向魏无羡看了过去。魏无羡一声不吭，突然凑了上来，蓝忘机下意识的一退，隔开了和桌子的距离。魏无羡顺势就倒了下来，头枕在蓝忘机的大腿上。蓝忘机僵着身子不敢乱动。魏婴，蓝湛呢？我以前是不是也枕过你的腿啊？魏无羡翻了一下身，仰躺在蓝忘机的大腿上，像这样看着近在咫尺的心上人，蓝忘机不自觉地伸出手，轻轻地理了一下他散落的发丝，定定地看着魏无羡无双的容颜，和当年同样的姿势，只是现在的魏无羡比起当初狼狈万分的样子，赏心悦目了许多。但是蓝忘机能够感觉出来，这个人还是他的魏婴，即使他不记得那些事，但是他的本性丝毫未变。枕过？魏婴，你可是想起来了？魏无羡摇摇头，我就是听着你刚刚弹的曲子很熟悉，脑海里有了一些画面，想求证一下。所以这首曲子你曾唱给我听过？是吗？很好听啊，是姑苏的曲子吗？叫什么名字？蓝忘机可疑地停顿了一下，才说道，不是，是我所作，取名望县。望县？蓝忘机和魏无羡，你专门给我做的？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为你而做。魏无羡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，伸出手抱住蓝忘机的腰，用力拉了拉，把自己往蓝忘机怀里塞去。真好，蓝湛，你再弹一遍吧，好听。等我记住了，下次和你合奏，我吹笛子还行，改天你帮我弄根笛子来。我的陈情落在北荒了。怀里温热的身体烫得蓝忘机心如肋骨。蓝忘机面上不显好，却不知略微颤抖的身躯早就出卖了他。躲在他怀里的魏无羡偷偷地笑了起来。一曲终了，蓝忘机激动的心也平静了许多。魏无羡静静地躺在他怀里，闭着眼睛，呼吸平稳，如同睡着了一般。蓝忘机低下头，手指隔着一段距离，细细描绘着魏无羡的容颜。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又上来了。
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心爱之人，他总会升起一种惶恐，仿佛下一秒魏无羡就会消失掉。他还是那个寻觅了10年、等待了10年的蓝忘机。魏无羡突然伸出手，抓住了他脸庞上方蓝忘机的手指。蓝湛，我们出去走走吧，就我们2个。知道魏婴说的是离开蓝家，但是他却是要和他一起。蓝忘机有些欣喜，又有些害怕，点了点头，好。想了想，又问：阿赤和燕儿呢？过了一会，蓝虎和燕儿结伴回来了，看到阿吉躺在阿爹怀里，2个小家伙挤眉弄眼的打着眼色。蓝忘机的耳朵有点发红，但是没有动。回来了，亥时将至，去洗漱吧。好的，阿爹。2个小家伙笑嘻嘻的进去了。你碰我一下，我撞你一下的打着眉眼官司。